好，今天继续来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。这个网友在寄过来的时候，他把壳子跟板子是分开寄的，没有组装在一块儿。那么这个充电器什么问题呢？来看一下网友留的纸条。飞哥好，两个电子元件炸了。那么板子拿到手之后，很明显能看到的是这里这个 NTC 的热敏电阻烧了，然后把旁边的这个继电器给烧了。那么我们之前在视频中一直给大家强调，这里这个继电器的作用就是为了短接这个 NTC 的。那么既然有继电器，为什么还会烧这里这个 NTC 呢？按道理说它是不应该烧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看这块板子除了把这里这个 NTC 和这个继电器损坏，其他的元件有没有损坏？主要呢就来测功率元件。首先前级的保险 NTC， 然后两个管子它是在这个3片下边，然后后级的整流管，把万用表我们打到2极管档。首先把板子翻过来，我们来测它的保险，看保险现在通还是不通。大家看保险是通的，那 NTC 的热敏电阻都烧成那样了，这个保险居然没断，那看来保险并不保险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测整流桥，看整流桥有没有问题。 0.50 正常， 0.50 正常， 0.55 正常。好，现在保持黑表笔不动，我们动红表笔。 0.50 没问题， 0.50 正常。好的，整流桥测了没问题，接下来我们测两个开关管，看开关管有没有问题。 0.50 正常，测这个 0.499 也就是 0.50 没问题。那前级的管子还有整流桥都没问题，接下来我们测量它后级的整流管，在这个点 0.41 没问题啊，兄弟们。那它主要的功率元件都没有损坏，只是把这里这个 NTC 给烧了。我们刚才说了，有继电器存在， NTC 不可能损坏，不可能烧坏，只有过大电流，这个 NTC 才有可能损坏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板子，它为什么会损坏这个 NTC？ 那么只有两个可能，要么继电器损坏了，要么继电器没工作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继电器，看继电器本身有没有损坏。来测继电器的两个触点，无穷大线圈没得电，它无穷大是正常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继电器的线圈，就是这里这两个点，我们来测量一下它，看它的阻值是多少。使劲大了，把表笔还戳断了。0.26， 来打到电阻档来看一下，它应该是几百欧，311欧。那它线圈的阻值也正常。接下来我们顺着线圈来找，看是怎么回事。继电器本身没坏，那就要找继电器的控制了。哎，兄弟们，走到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是人为断开的，但不是网友他自己断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断的这条线上面有刷的防水胶，那在刷防水胶之前这里就是断开的，那可能就是厂家有意为之。他为什么要把这里这个继电器的控制断开呢？为了不让继电器工作。哎，那你不让继电器工作，你为什么要设计继电器呢？我就想不通了。也有可能这个继电器工作之后会造成其他的问题，所以他把继电器的线圈控制给断开，让这个继电器不工作。那你这么说来，他烧这里这个 NTC 还情有可原。那有时候电压不正常，就可能把这个 NTC 的热敏电阻给烧了。那现在把问题就找见了，烧 NTC 热敏电阻的原因就是这一点被人为断开了。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面能不能看见，
我把这一点放大，大家看一下啊。来看这里这条线人为断开的啊，上面刷的有防水漆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不管它这个继电器了，继电器在这存在着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它现在既然烧成这样子，我们直接把这个继电器给拆掉啊，直接拆掉。OK， 这个继电器拆掉了啊，然后把断了的 NTC 的引脚给它拆掉。好，这边现在烧的已经碳化了，我们把这个烧碳化的给刮一刮啊，如果不刮的话会导电。OK， 现在刮的差不多了啊，那么我们直接来给这里装一个 NTC 的热敏电阻就行了。原来的这边这个引脚已经刮掉了，我们就把这里这两个引脚利用上，就是继电器的这两个引脚。好的，这里这个 NTC 的热敏电阻换上之后，我们来通电实际，给它输入插头上面接上交流220伏夹子，给它输入插头上面接上交流220伏夹子。我们首先来试一下，看指示灯亮不亮。好的，通电。大家看啊，指示灯是亮的。接下来我们把板子翻过来，测量一下这个电容上面有没有电压。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住它，我们上电。大家看啊，这个输出端没有电压，没有电压怎么回事呢？我觉得它应该是接入负载之后，前级的主电才会工作。接下来我们给它带上负载来测试。那么这个充电器它的输出端是带继电器控制的，有防反接电路，所以我们要接负载的话，必须给它输出端来接上电子负载，接上可调电源。我们首先打开可调电源，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来测住它次级的滤波电容两端。现在测到的电压46伏，是我们可调电源反加的电压。现在给充电器来通强电，通。可以听见继电器已经吸合，风扇也转了。大家看现在的输出电压 87.5 伏，跟外壳上标的电压87伏是一样的，没问题。而且现在充电指示灯也正常，风扇也正常，这个板子现在正常了，没问题啊。那么这个板子之所以会烧 NTC 热敏电阻，因为这里这个继电器不起作用。至于厂家为什么当初要把这个继电器的控制电路给断开，咱们不得而知。现在我们给它换上 NTC 热敏电阻，它工作正常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